提起罗马军团的佩剑，不用想，大伙儿第一反应绝对是大名鼎鼎的罗马短剑格劳迪乌斯。但是你可能不知道，其实罗马军团还有一柄罗马长剑，同样具有丰富的历史底蕴以及极高的名气。它就是由凯尔特剑演变而来的斯帕达长剑。斯帕达长剑为什么可以与格劳迪乌斯齐名？它在兵器中又拥有着怎样的地位？斯帕达长剑最初起源于高卢和凯尔特军队，后传入罗马，成为罗马军团辅助骑兵使用的武器。在经过漫长的发展后，斯帕达长剑不仅被罗马帝国的各类军队所装备，同时它还对中世纪的刀剑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一些高卢人在作为罗马盟军加入到战争时，他们依然使用着自己原有的武器装备，这其中就包括蛮族式的长剑。而事实上，除了高卢人之外，凯尔特人的长剑与西班牙地区的蛮族长剑同样也被罗马人所接触过。在古罗马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的著作中，曾有一段这样的记述：西班牙和凯尔特人的盾牌非常相似，但剑却完全不同。西班牙人的剑在切割敌人时有致命的穿刺效果，凯尔特人的剑则需要长距离才能发挥挥砍的效果。除了蛮族剑器外，一些罗马短剑为了适应骑兵作战，早在罗马元首制时期就已经出现过变种，它们的存在也为之后斯帕达长剑的出现埋下了伏笔。在罗马元首制早期，很多来自原生蛮族的骑兵都会作为辅助军加入到了罗马军队里。这些轻骑兵们使用着传统的长剑，配以标枪和矛，会在战斗打响时两翼待命，等己方步兵突破对手阵线时放马出击，并在追杀敌人的同时彻底打乱对手阵型，避免其再次集结。所以在每场战争中，扮演刽子手们的辅助骑兵是罗马军队扩大战果的利器，可以让罗马人在每次战胜蛮族后都能收获相当可观的战果。只不过他们保留了狩猎敌人首级的残忍习俗，这与罗马步兵们呈现出明显不同的风格。除了对敌方逃兵展开扫荡和追杀外，骑兵们还要经常负责侦察和突袭的任务，所以像斯帕达长剑这样长距的武器便更能适应他们战斗的需要。在英国哈德良长城附近的罗马堡垒中，考古学家曾发掘出来了2柄罗马剑，从形制上可以看出，这2柄剑不同于以往的罗马风格。普通的罗马短剑格劳迪乌斯的特点是短而宽，适合突刺，不适合劈砍。而这2柄罗马剑根据观察更接近凯尔特剑的形状，它们的特点就是细而短，并带有锋利的剑刃，适合在马背上进行劈砍。因此这种形制的剑被罗马人称呼为斯帕达。斯帕达剑的长度在 0.5 到1米之间，手柄的尺寸在18到20厘米之间，使用时期为罗马帝国时代，大概在公元1至6世纪之间，而7世纪到10世纪以后的罗马剑都是斯帕达形制剑的衍生品，比如后来的维京剑也采用了这种形制，所以同形制的维京剑也被归类在斯帕达之内。到了罗马帝国时期，工匠们对炼钢工艺已经很熟悉，他们通常会在铁水炉中还原矿石，得到被称为大方胚的原料，然后他们会进一步锻打大方胚，形成原始钢条。罗马剑是通过加钢锻打的方式，在1163度的温度下制成的。一把剑需要使用5个碳含量不同的钢条，剑的中央核心部分含碳量最高，在其边缘放置4条碳含量在 0.05% 到 0.07% 的低碳钢条，并通过锻打的方式将整体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种锻打方式也让斯帕达长剑声名远扬。在之后，虽然西罗马帝国灭亡了，但是斯帕达剑的影响依旧在继续。而历史上第一次有文字记载的斯帕达一词是出现在塔西的书中，记载内容是关于早期英国国王卡内塔库斯叛乱的故事，但塔西的描述并没有表明使用这种武器的是骑兵，而有关骑兵使用斯帕达形制剑的文字记录要追溯至公元5世纪。可以确定的是，拜占庭时代的骑兵就大量装备使用了斯帕达形制的长剑。从罗马帝国到中世纪，从诺曼人到维京人，斯帕达形制的剑都很受欢迎，通常还会被分为步兵和骑兵用2种。步兵剑的款式很长，而骑兵携带的款式则有一个圆形尖端，可以防止骑兵自己的脚或马被意外刺伤。斯帕达形制的剑最广为人知的衍生品是维京时代的剑，这些剑具有更尖锐的远端锥度和尖端。
维京剑拥有这样的长度显得更加饱满，不过维京剑仍有单手握柄，它的握把形状比较独特。虽然斯帕达剑很容易被称为维京剑，但这样的设计却颇受西方人青睐。在8至10世纪的整个欧洲大陆都可以找到这种设计及其变化形式。到了诺曼时代，其剑尖的长度增加了约10厘米，刀柄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增加了一个厚重的圆盘状鞍部，刀片的锥度也比维京人时期的锥度略小。维京时代的斯帕达到中世纪骑士之间的过渡发生在10至11世纪之间，主要的发展是将前护板发展成为一个完整的横护板，并将典型的维京时代的叶状鞍状体简化为更简单的圆盘形状。比如保存在艾森的奥托3世剑就是新兴武装剑的一个例子。尽管它在几个世纪以来一直被装饰品装饰着，但其样式却一览无余。剑在古代是地位的象征，由于造价高昂，所需技术比较精密，因此剑通常会被传承。有身份的人会拥有装饰华丽的剑，比如大多数维京战士都会拥有一把属于自己的剑，因为他们的一次袭击就能获得足够的金钱去买剑。这不比你可能不知道，大多数的自由人会拥有白剑，富有的人会拥有装饰华丽的剑，而贫穷的农民则只能用斧头或长矛。一把剑在北欧社会是非常珍贵，以至于宝剑都会被历代战士们所珍视。一些维京人死后会把剑当作陪葬品，这种习俗在当时的整个欧洲大范围存在。1858年，在丹麦的尼丹摩斯发现了90把斯帕达形制的剑，这些剑的历史可以追溯到3至4世纪。那个时代已经进入了斯帕达剑形的成熟期，而且人们还将在尼达姆的发现与屠龙勇士贝奥武夫使用过的剑联系在一起，这又给这种著名的剑增加了一份传奇的神秘色彩。斯帕达长剑是欧洲民族的重要装备之一，对欧洲的刀剑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可以说它是很多中世纪剑的前身，这也是它可以和格劳迪乌斯剑齐名的原因。那么你喜欢这种类型的长剑吗？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喜欢冷兵器的朋友请点点关注，本期视频内容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